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凤凰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是我在台湾的最后2天了。当时决定要不要去宜兰的时候呢，有些朋友就认为，如果你要去宜兰的话，没开车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事情啊，所以还是建议我留在台北或者是桃园之间走走。只是如果一直待在城市内，感觉就好像跟新加坡没两样，这样就真的有点可惜了。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安排2天的行程去宜兰走走，体验一下那里的好山好水好放松的宜兰，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废话不多说了 ，Let's go！ 我的剪辑师跟我说呢，一般从台北去宜兰会走2种路线，一种是走雪隧，另一种是走北宜公路。但是既然要去宜兰享受放松的感觉，他建议我们穿过平溪、石份，走台2线，沿着海边慢慢过去。路程虽然会比较远，但沿途车况会比较好，比较有公路旅游的感觉。当然，我对台湾的路线也不是非常清楚。既然剪辑师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出发去看看吧。沿途走马看花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渔村。这里不算是著名的景区，所以游客相对的少很多，也更有渔村原始的样貌。我们下车休息一下，溜一下嫂子，帮她拍个美照，留个纪念。也顺便吃了一下这个渔村的当地菜小卷粉丝，来当我们一群人的早餐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继续沿着海岸线朝宜兰出发。我们现在目前是在伯朗的城堡咖啡馆，然后今天一大早呢，从台北一路往宜兰的方向走，然后经过了这片海域呢，就决定停一下，就买杯咖啡。然后刚才呢一路走来的时候呢，在望着那片大海，看着，今天是有点雾的，有点灰尘的，然后仿佛好像在雾中呢看到一些以前的画面，以前的那些记忆，就好像那个 Carousel， 我又忘了叫什么名字了。8厘米的底片机。8厘米要那么 specific？ 不用，就是说底片机 ，OK， 底片机。这一路走下来呢，真的是觉得这里非常的休闲啊，跟新加坡这种大城市呢，都好像有很大的落差，因为这里是真的很 relax， 就是很舒服啊。这家咖啡馆位于山坡上，瞭望出去还可以看到有人在玩滑翔伞，真的很有趣啊！有机会下次来，我也想体验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宜兰的这间温泉旅馆，然后我第一印象呢是觉得这个有点那种乡村的感觉啊。虽然后面呢不是一个那种百万豪华的美景，可是还是蛮特别的。我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温泉旅馆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家温泉旅馆呢，它的温泉是在房间里面，跟日本那种檀木温泉旅馆有点不一样，这个是算是比较豪华版的，所以等等我们就会下去泡一下，所以你们应该是不想看我泡，所以应该 OK 啊，是这样。之后呢，我会再跟大家说一下我
泡过温泉的感受。这一次的行程呢，真的是受益良多啊！起初只是想要来见一见盟友，也有重温一下以前去过的地方，然后也是去这几天真的去了好多地方，真的是看到好多事情，然后就觉得非常的relax， 就是可能是因为是保持这个游客的心态啦，然后遇到的人啊，遇到的事物啊，这几天都是感觉都很温馨啊，好像今天下午啊，遇到一个阿伯问我，你拿着那个稳定器是什么牌子啊？就感觉就好像很熟一样啊。这些小小的事情就你在新加坡就很少遇到，就感觉很温馨啊。这几天你的感受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台湾朋友说？首先就是你们不要再送我东西了，太多了，我的行李真的是塞不完。之后你还会想要再来台湾吗 ？Of course， 可能下次就看什么情况吧。要带手吗？要带手吗？不知道。还要吃中风餐，痛风餐。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呢，跟盟友的互动真的是有点不太够，觉得下次来可能会加重在这一块，可能搞一些小活动啊之类的，可能去唱 K 还是什么都行。之后再来打算了，可能就拭目以待。到海边看日出，真的很漂亮。听着浪花的声音，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平线，享受着大自然 ASMR 的疗愈。在旅行的最后，也把前一阵子的工作上的压力轻轻地放下。这一趟来台湾的旅行，除了品尝了很多美食以外，也带给我各种不同的感受。从一开始欢乐的3站盟聚，9份的感性之旅，甚至还有故宫的知性之旅，以及最后放松心境的宜兰。1个礼拜的时间来说，真的相当充实了，也很期待下次再来台湾，这里又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。影片的最后还是一句老话，谢谢台湾各地的盟友，还有从香港远道而来的盟友，谢谢你们一路的相陪，也让这趟旅程变得更加丰富。真的，约好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的休息室，得吃一点东西，等一下就要上飞机回新加坡了。你看凤凰，他累得有点，在这里太兴奋了。这次来台湾其实挺开心，然后大家都好热情，然后有机会见到盟友们，凤凰其实他很开心。然后要感谢大家送了那么多东西给我们，还要感谢我们的汤圆还有导演载着我们到处跑，应该都累坏了。非常谢谢你们这么支持凤凰，感谢。